姐妹们，今天必须得好好聊聊王一博吃西瓜这事儿，我真的是一边笑到捶桌，一边又感动的眼眶发热。你们应该也都看到了吧？就是7月14号工作室放出来的那个练车 vlog， 片尾整整15秒的吃西瓜彩蛋，毫不夸张的说，直接在我心里封神了。那感觉怎么形容呢？就像是你盼了很久很久的一件小事，原本都不抱希望了，结果突然有一天，他被郑重其事地捧到你面前，还附赠了一个比想象中更鲜活的王一博。咱们先捋一捋前因。6月底的时候， UNO 车队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条日常练车的小短片，画面里车队成员们训练完坐成一排，个个捧着西瓜大快朵颐，汁水四溅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股清凉解暑的痛快劲儿。结果镜头从左扫到右，又从右扫到左，愣是没找着王一博的身影，就那一个空落落的位子，可把屏幕前成千上万的粉丝给急坏了。评论区瞬间炸开了锅，几千层高楼拔地而起，队形出奇的统一翻来覆去，就是那一句灵魂拷问：孩子到底吃上西瓜没？那阵仗说是大型线上维权现场也不为过，有人急得直跺脚，半开玩笑的嚷嚷天杀的，再不放人吃瓜，真要报警抓欧车队了。说实话，这种追着工作室和车队咬西瓜的执拗劲儿，放在内娱也算是独一份的风景了，好像里头裹着的全是实打实的疼爱。谁能想到呢？车队和工作室这回居然把大家的碎碎念全听进了心里，整整憋了大半个月，一直到7月14号，这份蓄谋已久的回应才伴着练车 vlog 一起砸了下来。正片里，他是那个眼神冷峻、气场2.8米的85号职业车手，在赛道上劈开热浪，每一个走线都透着不容置疑的专业和凌厉。结果片尾字幕缓缓浮上来的时候，画面突然一软，音乐也变得轻快，彩蛋来了，他脱下头盔，浑身湿的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，厚重的赛车服还没来得及换，就一屁股坐下来，双手捧起一块刚从冰水里捞出来的西瓜，埋头猛啃。你们知道那天珠海的地表温度有多夸张吗？整整65度，座舱里面的温度轻轻松松飙过70度。那种环境下，穿着密不透风的防火赛车服，高强度训练，整个人像是被扔进一个缓慢烘烤的烤箱，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灼人的热气。就是这么个情况下，下车后的第一口冰西瓜得是何等的救赎。我看他吃瓜的那个样子，完全不是在镜头前做做样子，而是真真切切的渴坏了，热透了，像一只在沙漠里跋涉许久，终于找到水源的小兽，全神贯注，虔诚的要命，一口接一口红，让被他啃得一丝不剩，最后只剩下薄得透光的清白瓜皮，边缘圆润平滑，仿佛被精心打磨过的玉料。粉丝们说的一点没错，他就是全世界对西瓜最虔诚的人。一个干干净净的人，做什么事都是干干净净的，连啃西瓜都能啃出一种不容亵渎的仪式感。更绝的是后续，也不知道是哪位眼尖的姐妹先发现的，灯光底下那块被他啃得仅剩薄皮的西瓜皮，居然呈现出一种半透明的莹润质感，透着微微的青光，轮廓又温柔又通透，就这么一瞬间的灵光乍现，一个浪漫到骨子里的梗诞生了。葡萄美酒夜光杯，粉丝们说这不是普通的西瓜皮，这是王一博同款夜光杯西瓜皮，这个梗就像长了翅膀一样。12小时内话题阅读量直接冲破5亿，抖音上铺天盖地的二创视频播放量加起来超过2亿，甚至有特效师连夜赶制了夜光杯西瓜皮的特效模板，使用量短短几天就飙到了300万次。一群人开开心心的在一块西瓜皮上发挥起天马行空的想象力，把一个原本只是解馋的画面硬生生玩成了一场现象级的网络狂欢。这种把生活里最朴素的东西赋予诗意和幽默的能力，大概也是粉丝和他之间一种独特的默契吧。而且你们觉不觉得这个彩蛋最打动人的地方，恰恰在于他毫无保留地展现了一种极致的反差。赛道上他是冷静到近乎冷酷的操控者，
引擎轰鸣，轮胎嘶吼，每一次切弯，每一次超车都带着一股神挡杀神的狠劲，那是一种剥离了所有柔软外壳的职业状态，让人不敢轻易靠近。可一旦离开座舱，手里捧起西瓜，他腮帮子塞得鼓鼓囊囊，像只囤粮的小仓鼠，眼睛亮晶晶的，所有的锋芒瞬间化作软乎乎的孩子气。这种反差萌真的能把人的心给看化了。你不是因为他是无懈可击的英雄才喜欢他，而是因为他在成为英雄之后，依然保留了那个蹲在路边大口吃瓜的少年模样。工作室这波操作，说到底就是一次精准而温柔的双向奔赴。粉丝在1周之内追问了超过2万次吃瓜了没，这个声量已经达到了高优先级的回音阈值。而他们给出的答案不是一条冷冰冰的文字澄清，而是一个带着温度、带着汗水和甜意的15秒彩蛋。你想要什么？我看见了，我听到了，我就给什么，而且给的郑重其事，给的比你想的还要鲜活。这种被认真对待的感觉太珍贵了。顺着这个西瓜往回扒拉，有粉丝翻出了2017年他拍杂志时吃西瓜的旧照，那时候的他脸比现在还要稚嫩几分，也是同样嘴巴塞得满满当当，腮帮子鼓成小球。7、8年过去了，这个毛病一点没改。再往更早了说，还在天天向上那会儿，他就毫不掩饰对西瓜的偏爱，甚至说过西瓜是我的另一半。这种可爱到冒泡的话，从青涩少年到能独当一面的成熟艺人，从摩托车赛场到拉力赛道，身边的世界换了一茬又一茬。可他骨子里那种始终如一的真实，那份不加修饰的本能反应，被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。粉丝们最在意的从来不是一个完美到失真的假人，而是这个在时光冲刷下依然认得清来路，守得住本心的大男孩。我还捕捉到一个小细节，易博尔走到哪盘到哪，手里那对核桃转得飞快，不管训练多累，咔咔的声响从没顿过。你以为他攀岩、滑板、赛车样样玩得转靠的只是天赋，这些藏在无人问津的碎片时间里的小习惯，早就把答案悄悄说出来了。自律和专注早就刻进了他的日常肌理里，像呼吸一样自然。你再看画面里那个穿着简单 T 恤，皮肤冷白到几乎发光的他，气质干净的像一张刚刚铺开的宣纸，眉眼之间褪去了早年的一丝青涩，添上了属于大人的沉稳和担当。可那点小孩般的纯粹和好奇，居然一点也没被磨掉，怎么就能有人越长越嫩？季装的下风雨又兜得住天真呢？所以你说这个吃西瓜的彩蛋为什么会火成这个样子？因为它太真了。一个在赛道上无所不能的车手，一个在生活中捧着西瓜就忘了全世界的大男孩，这种没有中间地带的真实，比任何精心设计的人设都来得有力量。它让我们看到那些耀眼的光环之下，他依然可以因为一口冰西瓜就满足的像个孩子，依然会因为粉丝长久以来的惦记，就大大方方的把这份小小的满足分享出来，带着点糯，这下放心了吧的率性。这场由一块西瓜引发的连环感动，说到底不过是一群人的念念不忘，终于撞上了另一群人的正重回响。夸不动了，真的夸不动了。这个夏天有滚烫的赛道，有轰鸣的引擎，还有一片被啃成夜光杯的西瓜皮和一个永远真实、永远鲜活、永远值得被偏爱的王一博。